江南》咏玫瑰，陆震。春来会，堪爱独玫瑰。簪鬓放娇莲子艳，半堂金烟胜红蕤。枯润总香飞。这是清代的陆震填的一阙词，他说的呢是玫瑰盛放的季节，散发着甜香。然后呢，玫瑰因为做成甜品，它是最相宜的。清代的时候，人们把玫瑰花和糖，然后和乌梅一起捣烂了以后，收在瓷瓶当中，在太阳下面暴晒，制成酸酸甜甜的玫瑰糖。那玫瑰糖的滋味很奇妙，这就是陆震他写的这曲《忆江南》，用玫瑰来赞美这个玫瑰糖的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呢，他说：春日以来百花香，但是我独爱玫瑰。玫瑰不但能够装扮美人的鬓间额角，还能够拌糖做成一道美味。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玫瑰新鲜的时候，还是干枯的时候，总是有香气飘飞。我个人是最喜欢后面那5个字，枯润总香飞，很有味道。陆震呢，他是清朝的文人，他写的一手的好书法，他擅长行书草书，但是呢，他的家里很穷很穷，而且呢，他又是嗜酒如命。那么怎么办呢？想喝酒又没有钱，他就想了一招很绝的办法。因为他的字写得非常好，经常会有人来求字，所以他付不出酒钱的时候，就经常把写字的毛笔压在酒家。然后如果你们谁要来求我的墨迹，好啊，你先帮我到酒家把这个笔去赎回来，那我再给你写书法作品。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它既满足了陆震的诗酒的爱好，也满足了别人求字的愿望，也算是当时一个还算不错的权宜之计啊。他还算是比较聪明的，两边都能够兼顾。好，那除了玫瑰糖呢，清代的人还会用玫瑰做另外一款甜品，就是将玫瑰花瓣裹上糖霜来使用。那这种做法的好处就在于保持了花瓣它很优美的圆形，然后又因为玫瑰的花瓣它的形状有点像我们人的舌头，所以这款甜品就有一个很香艳的名字，叫做杨妃蛇。清代有一位诗人叫孙元香，他爱极了杨妃蛇，他觉得一首诗根本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所以干脆就洋洋洒洒为杨妃蛇创作了一组诗。那下面呢，我只是摘录了其中的一首，我们可以从这首诗里面来想象一下杨妃蛇的那个风味儿。清品须培雀舌茶，如酥滑腻玉娇牙。三郎见此应微笑，轻唤玫瑰结语花。这首诗是写得非常的香艳动人，被归在他的天真阁艳体诗的诗集里面。他有很多诗集，其中有一部分诗都是属于比较香艳类型的，专门有一个诗集是收录他的艳体诗。好，我们刚才给大家上的是2个餐前小点，那下面呢，开始上我们今天的正餐。我们的阅读主题是情，那既然是情，爱情就是人世间必须会经历的这份感情。那说到爱情，玫瑰到现如今也是已经成为了爱情的信物。所谓玫瑰若问红尘事，多少伊人执手中。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讲一讲玫瑰，学一学和玫瑰有关，特别是玫瑰与爱情有关的诗词。但是我想问大家，看到玫瑰这个词，看到这2个字，除了爱情之外，有没有想到过其他别的？
为什么玫瑰的汉字的名称是王字旁？王在古代都是喻美时才会用王字旁，而不是像其他的植物花卉那样以草字头或者是木字旁的汉字来命名的。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蔷薇、芦荟、茉莉、栀子花、桂花、杜鹃，这些都是以草字头或者木字旁来命名。当然也有很多不从草木旁的花草树木啊，比如说像水仙啊、月季啊、牡丹啊这些，但是用王字旁，也就是我们古代所说的玉字旁的偏旁来命名植物的名称，真的是不多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从中国的汉字的结构来看，因为我们说了王字旁也就是玉字旁的字，往往都是和美玉相关，为什么会用它来取名玫瑰，来取名花卉呢？我查了查《说文解字》啊，从《说文解字》里来看，玫瑰两个字，玫是石之美者，瑰是珠圆好者，就是说玫是玉石当中最美的，瑰是珠宝当中最美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玫瑰其实是指的是玉石和珠宝。西汉的司马相如就曾经在他的作品当中多次提到玫瑰，比如说在《上林赋》当中就写了玫瑰碧林，珊瑚丛生。在这里玫也是指美玉，瑰也是指圆珠，然后林是指美玉，玫瑰合称就是一般都是指红色的赤色的美玉。它整句话就是形容了赤色和碧色的美玉随处铺陈，美丽的珊瑚丛丛矗立，它就描绘了那个上林苑的华美。其中这里的珊瑚就是海里的珊瑚，在汉代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将海里的珊瑚作为一种装饰的记录。又比如司马相如他写的《子虚赋》里面也有这么一句：其实则赤玉玫瑰，灵明昆吾，坚乐玄丽，软实五肤。在这里，灵明昆吾、坚乐、软实，通通指的都是美玉美石。所以从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推论，就是早期中国玫瑰两个字其实确实指的是玉石，而且有可能指的是红色，就是赤色的美玉，和植物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只是用了这两个字。那一直到了东晋年间的《西京杂记》里面才有这么一句，叫乐游院中有自生玫瑰树，树下有木须。那它既然和木须相提并论，然后又说是玫瑰树，那这里的玫瑰肯定是指的是植物。当然不知道他笔下的玫瑰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指的玫瑰，但至少已经能够说明，到了东晋年间，玫瑰已经不光光是表示玉石的词语，同时它也已经具备植物的意思了。然后再发展到唐朝，玫瑰已经是公认的植物的名称了。但是当然，同时它作为玉石的名称，在唐朝的时候也还没有取消，也还在用，那个时候还是混用的。慢慢，现在就是玫瑰就有很明确的代指。